我现在是身无分文了啊手里就剩这块价值几百万的银元了。哦，很无奈，要变化挣钱了。哇塞，你这个还是签字版的原相七分脸半圆。哎呀，听你说这话，如果是实在没钱，你还不打算卖它了？如果我手里有钱的话，我100%肯定不会卖的。这银元卖了就再也回不来了。你说的很对，银元一旦卖掉，你想再买一模一样的就没了。如果单从价格面来看的话，和我们常见的中元没什么区别。反过来看，这是原相七分脸，本身这种中元啊就比较少见，而您的这个还是签字版，就更少见了。英雄时间略有头。20年前我逛古玩的时候啊，200块钱从一个老头、老先生那买来的。20年前200块钱买这种签字版的中元，实话实说，确实是不贵。这好歹是银子，卖破烂也值这个价。看来你是对银元多少懂点啊？确实是懂一点儿。我当时拿起来，大拇指食指一夹一吹听响，100%确定是银的。你确实是聪明，别人夹着银元听响能吹响，不懂的人认为就是真的，而你听得更刁钻，是不是银子你竟然都能听出来，确实是让人佩服你的听力。没啥可佩服的。我爷爷过去是开银匠炉的。小时候经常听他敲银子的声音。我说嘞，原来你这个听力是祖传下来的，但是材质是银的，它不一定就是真币啊，因为在90年往后啊，这个市面上就有很多这种赝品存在了。绝对不是这不是赝品。农村出来的老先生存不着呢。关键那时候别人开价50万。我都没卖。20年前能开50万的价钱，在当时算是天价了。你没卖，只能说明你错过了好时候。我们称这种银元啊是真银假币。20年前啊，那时候银子才1块多钱一颗，中元的重量是13.4克，它的成本也不会超过50。淳朴的农村老先生净赚你3倍的利润。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现在还想着靠他决定福上呢。兜里一碗面点钱都没有了。哎呀，没钱吃饭，等会儿中午我请你吃。你靠他绝境逢生太难了。现在玩高端银元全是合资币，再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就你这个7分脸中元，连我的法眼都过不去。你先来看它背面的压力很软，在过去啊，这可是样币啊，样币压力全是全身打，尤其是胡须和头发，用放大镜看都是一根一根的，而你这个相当于磨平了。因为这种7分脸银元啊，它是对比袁世凯的照片制的版，实物和本人头像啊差距很大，所以当时就没有发行。这种签字版并不常见，常见的都是没有签字的1元面值，中元啊甚至都没有出现过，所以签字版中元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见。刚才确实有点惊喜，现在说实话我这越看越不舒服，包括他这种褒奖应该都很服。依我看啊，你现在也就是变现，最多也就是够吃一顿饭钱。得了吧，你吃啥饭能那么贵？满汉全席啊！没有，少在我面前卖弄确实谈不上。满汉全席那咱也没吃过，因为银元不倒带，所以它这个价值啊就凸显不出来了。依我看，也就当年一个银价而已，银子大盘价6块左右吧，10几克也不过100啊。算了吧，你这眼里也不行。我想卖几百万的，你给我100块。对，我闹着玩呢。我不跟你开玩笑，这银元呢，你等会儿还收起来。这个毕竟好歹也是一块少见的样币。我说请你吃饭就请你吃饭，刚才有什么得罪的地方，还请你多多包涵。我说了也不一定对，具体这个银元怎么样，给你再找高手再研究研究，好吧？吃饭都算了，气都被你气饱了。幸亏我是大学生，上1个星期班竟然不给我工资，我直接不惯着他，拿他3块银元转身就走。年轻人，你太冲动了，你这个拿了老板的银元转身就走也不是事儿啊！不给你发工资，你可以打那个劳动监察，投诉用人单位拖欠工资。我看你这3个都是 UNC 的这个湖北一角银行，状态确实是不错，属于完全未流通的品项。1个星期拖欠你多少钱？这3枚一角银行，你这准备咋处理？你说的啥？一角的银行，这3个才3毛啊！这远远不够我1个星期500块钱工资啊！你把东西给我，我给你找他去。你先别急，你这性格确实是挺激进的。3毛钱的面值不假，但
但是应付你这500块钱的工资啊，绰绰有余。你感觉叫我吓一跳啊！我以为不值钱嘞，既然给我500块钱的话，你就直接给我变现吧。小姑娘，咱有啥说啥，恁老板欠你工资不发，这是他有错在先。你拿别人的东西，严格的来说，这也属于犯错。无论这3个银行值多少钱，你都不能随便变现。如果他不发你工资，这仨银行你可以把东西先给他保留着，等他妥协，你再还给他不都行了吗？你这说的怪好听，这事没发生在你身上，你都不知道要债有多难。况且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到店里面给他协商。这不协商也得协商啊！拿别人的东西，你这边输着理了，你遇到了那些动机不纯的人啊，再来个误报你盗窃，反被别人倒打一耙，那就损失大了。所以我一直在劝你，不要随便卖别人的东西。你这不都3个小银行吗？指甲盖那么大，这有多少银子嘞？你说他能翻出来多少了？我都不给他还过去，估计我要是给他还过去的话，那500块钱工资肯定都要凉。哎呀，一码归一码，你也不要太小看这些小耗子，有些细耗的这个价钱还不便宜呢。就说你这3块湖北一角吧，你感觉它这仨能值多少钱？那我看他也没有多重的银子，一个重量差不多不到3克吧。那3克的话，不都才30块钱吗？那不对呀，你刚才不是说这3个小银行已经超过500块钱了吗？对呀，一个远远超过500了。你这估价估的很没有道理啊！这马上都快接近黄金的价钱了。你说的很对，有些银行比黄金都贵，无论是银元银行，虽然材质是银的，但是它们的价值远远不只是银价，因为银子本身它就便宜，但是你这些银行就比较少见了。我们常见的这个湖北龙啊，这个在过去的发行量比较大，而像你这种银行，这是属于伏笔。伏笔有5角类、2角、1角之分，5角的最少，2角的最多，1角的不多不少。通常过去是10个1角才能兑换一块常见的大个银元，所以2角比1角有优势，受欢迎程度高，所以1角发行量就少了。还有就是它这个个头小，不易保存啊，品相好了就更贵。而你拿过来的这3块，你仔细看一下，它的壁面是油温 C 类状态，未流通的品相，所以状态非常好，自然价格也就不菲了。目前按照你这种品相来说，拿一块轻轻松松卖个1000块钱没啥问题。1000都1000，我今天都给他卖一个，然后我留我自己500块钱工资，剩下500块钱，我这2块我都直接给他还回去。按理说这个方法也可行，但是我现在也不能要，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你老板嘞，他必须得同意，毕竟这些东西啊是你强行拿过来了。话语权啊，其实还在于你老板。老板，你别为难我，这事肯定没法商量啊，肯定不同意我这样做，因为他本身都不想发我500块钱工资。所以你们这些银行啊存在纠纷，别人想帮也帮不了你，因为考虑到这一块价值1000，建议你啊把剩余的2块还给他，留下1块银行就行。他给你工资，你再给他，总比一下子拿3块强。你万一给他弄丢了，这也不合适啊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找他要钱去吧。那行吧。好。